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四田武史医生所著的《人为什么会生病》这本书。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分享一下作者作为医生的两个观点。首先，作者并不认为某种观点是绝对正确或绝对错误的，而是强调要灵活吸收有益的内容。其次，作者强调个体差异的重要性。虽然书中提到许多不推荐食用的食物和营养成分，但这并不是说您必须要严格遵循这些禁忌。关键在于根据自己的体质和不适程度，灵活调整饮食和运动等生活习惯。希望大家在观看今天的视频时，能够结合这些观点，深入理解疾病的根本原因。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导致快速老化并引发各种疾病的原因；第二，因衰老与肥胖引发的慢性炎症的可怕之处；第三，破坏肠道环境导致肠漏的5种食品。首先是第一部分，导致快速老化并引发各种疾病的原因。为了保护我们的身体免受疾病的侵害，大家认为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有的人可能会认为是保持肠道的健康，或者是确保肝脏解毒功能的正常。虽然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本书的观点认为，皮质醇是保护我们免受疾病的核心因素。接下来我会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皮质醇以及它的重要性，并探讨如何通过调节它来保护我们的身体。首先，让我们了解我们人体的一个重要的小器官——肾上腺。肾上腺位于肾脏的上方，直径仅约3厘米。它虽然很小，但在保护我们身体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分泌出多种激素，包括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以维持身心的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激素是皮质醇。皮质醇被称为压力激素，对我们抵御压力非常有帮助。其主要功能包括：一、分解蛋白质和脂肪，提升血糖水平，提供能量；二、具有抗炎作用，抑制免疫反应，帮助控制慢性炎症；三、调节睡眠节奏和压力，维持日常生活规律。皮质醇的正常分泌对于保持活力至关重要。然而，当其的分泌出现问题时，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早上起不来、夜间频繁醒来、情绪低落以及身体不适等。这种皮质醇分泌失调的情况通常被称为肾上腺疲劳，是因为负责分泌皮质醇的肾上腺过度疲劳，无法正常运作。有些人可能会想，只要好好照顾肾上腺，身体就能正常分泌出皮质醇，从而恢复活力。但实际上，皮质醇的分泌机制相当复杂，是由一个被称为 HPA 轴反馈系统的机制在控制。该系统由下丘脑、垂体和肾上腺所组成。肾上腺的皮质醇分泌受到下丘脑和垂体指令的影响，就像公司中的上下级关系。如果皮质醇分泌的过多，上级会指令减少工作量；如果分泌的太少，则会要求增加工作量。然而，当系统出现问题时，就像黑心企业一样，肾上腺可能过度工作，却被要求分泌更多的皮质醇，或者在懒惰时没有得到指令，这就导致了皮质醇的分泌紊乱，从而形成了肾上腺疲劳的状态。接下来是本书提到的5个导致各种疾病的根本原因，它们分别是慢性炎症、低血糖、睡眠不足、压力和缺乏运动。那么这5个因素为什么会成为各种疾病的根源呢？答案是，它们会导致皮质醇分泌的紊乱，进而引发肾上腺的疲劳，最终会导致身体出现各种健康问题。我们常听说要通过饮食来调理肠道环境，但实际上，皮质醇与肠道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皮质醇的分泌不正常，即使喝再多的益生菌饮料或者酸奶，也难以真正改善肠道的健康。因此，要想拥有健康的肠道环境，就必须先解决这5个导致肾上腺疲劳的根本原因。那么，要解决这5个根本原因，需要花费很多钱购买药物或昂贵的保健品吗？其实并不需要，只需要改善生活习惯，尤其是饮食、睡眠和运动。
这3大因素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旦这些生活习惯得到了改善，5个根本原因也会随之消失。接下来是第2部分，因衰老与肥胖引发的慢性炎症的可怕之处。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引发肾上腺疲劳的5个主要原因：慢性炎症、低血糖、睡眠不足、压力和运动不足。由于压力和运动不足的内容可能大家较为熟悉，在这里我将重点给大家讲解一下慢性炎症、低血糖和睡眠不足这3个原因，并提出一些改善的建议。首先是第1个原因，慢性炎症。炎症是身体的必要反应。例如，当我们扭伤脚踝时，受伤的部位会肿胀发热，这正是炎症在起作用，帮助修复损伤，并通过疼痛和发热向我们发出异常信号。然而，与急性炎症不同，体内可能会长期持续出现微弱的炎症，这就是慢性炎症。慢性炎症是一种有害的状态，它可能会引发多种疾病，包括上咽头炎、牙周病、脂肪肝、肠漏综合症等，甚至与肥胖、抑郁、老化和失眠有关。如果您发现自己肥胖、情绪低落，并且看起来比同龄人衰老得更快，那么您的体内可能已经潜藏着慢性炎症了。慢性炎症的持续存在会导致体内产生过量的炎症性细胞因子，使炎症扩散，类似于火灾的蔓延。这样的持续炎症可能会引起组织的纤维化，即组织变硬、损坏且难以逆转的现象，会严重影响组织的功能。举例来说，慢性炎症如果发生在肝脏，就可能导致肝硬化，进而影响肝脏的功能。这种现象可能不仅局限于肝脏，还可能波及全身。慢性炎症的可怕之处在于其扩散至全身，导致受损的组织无法修复，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对于肥胖者来说，这种情况尤其危险，因为肥胖体质的人体内炎症性细胞因子的分泌会被激活，脂肪组织不断引发炎症，因此肥胖几乎可以视为体内正在进行的慢性炎症。解决肥胖问题是扑灭身体内部火灾的关键。此外，感到自己比同龄人老得快的人也需要警惕，因为老化本身就是一种慢性炎症。当细胞老化时，它们会经历细胞的凋亡。然而，老化的细胞不仅会死亡，还会释放出各种炎症性细胞因子，进而引燃周围的健康细胞，从而加速老化过程。随着慢性炎症的扩散，器官功能将逐渐衰退，且难以恢复。更糟糕的是，慢性炎症还会使身体长期处于压力的状态，促使压力激素、皮质醇的过度分泌，从而引发肾上腺疲劳。接下来是第2个原因，低血糖。近年来，随着糖质限制饮食的流行，高血糖被视为有害的形象深入人心。然而，糖分是我们身体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能量来源。所谓的低血糖是指血糖的水平过低，而高血糖则是它的对立面。从表面上来看，低血糖似乎是一件好事，但作者称，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糟糕的状态。我们通过饮食来摄入碳水化合物，经过消化吸收后，最终以葡萄糖的形式进入血液中。葡萄糖是脑神经系统、细胞和肌肉等所需的重要能量来源。血糖值反映了血液中葡萄糖的含量，因此当血糖高时，意味着体内拥有足够的能量来源。尽管过多的血糖也有问题，但在正常情况下，身体会渴望能量，通常会倾向于提高血糖。然而，有些人因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分而导致慢性高血糖的状态。低血糖则意味着能量不足，这种状态比高血糖更加危险。本书中作者认为，低血糖是所有疾病的根源之一，甚至可以说是导致各种疾病风险上升的关键因素。虽然媒体经常提倡糖质限制饮食，但如果过度限制导致了血糖的不足，那将会适得其反。解决低血糖的问题并不是单纯的多吃糖分，过多糖分的摄入会导致血糖的急剧上升，身体为了降低血糖会迅速调节，最终会导致低血糖状态。
在低血糖的状态下，肾上腺会分泌大量的皮质醇，试图来提升血糖水平。然而，如果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过长，皮质醇的分泌机制将会失调，从而导致肾上腺疲劳。此外，低血糖还会导致线粒体功能的障碍。线粒体是通过糖质、脂肪和蛋白质为身体产生能量的器官，但从糖质中提取能量的效率最高。低血糖意味着糖分的不足，身体只能从脂肪和蛋白质中来提取能量，效率低下，最终容易导致线粒体的疲劳和功能的下降。接下来是第3个原因，睡眠不足。有些人误以为睡眠不足仅仅是指睡觉的时间不够，但这种认识需要我们纠正一下。即使睡的时间再长，睡眠质量差也会导致睡眠不足。决定睡眠质量的关键在于褪黑素，这是一种重要的睡眠激素。褪黑素能够抑制因压力引起的免疫力下降，增强对抗感染的能力，并减轻化疗药物或压力引起的免疫力下降。褪黑素的原料是神经递质血清素，后者需要通过阳光照射合成。饮食中的氨基酸、色氨酸的摄取也至关重要，因此充足的阳光照射和饮食中的色氨酸摄取有助于促进褪黑素的分泌。然而，褪黑素的分泌极易受到光线的干扰，夜间暴露在蓝光或强光下会减少其分泌量。除了褪黑素以外，另一个重要的激素就是生长激素。生长激素不仅在儿童的成长阶段起作用，在成年人中也通过调节代谢、增强免疫功能等方面发挥着作用。在深度睡眠时，生长激素的分泌会达到高峰，特别是在入睡后的90分钟到2小时之间。然而，睡眠不足会使得我们无法充分获得这些激素的益处，进而可能导致慢性炎症、糖尿病风险增加、高血压及食欲过度等一系列负面的影响。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睡眠不足和睡眠质量下降呢？本书列举了3个主要原因：激素紊乱、肠道环境失衡、肝脏解毒功能下降。首先，激素紊乱对皮质醇影响最大。皮质醇和生长激素共同维持夜间和清晨的血糖水平。如果因肾上腺疲劳导致皮质醇的分泌减少，身体会通过分泌肾上腺素来补偿低血糖，交感神经被激活，身体处于兴奋的状态，自然会导致无法入睡。其次，肠道环境的失调也会导致睡眠的质量下降。肠道环境的紊乱阻碍了营养素的吸收，从而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当肠道无法充分吸收色氨酸及其他支持褪黑素分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时，睡眠质量自然会下降。最后，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也与睡眠密切相关。根据中医的观点，夜间1点到3点是肝脏进行解毒的高峰期。如果此时肝脏解毒的功能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到睡眠。这3种因素都能导致睡眠不足。而这些问题本身也可能是由睡眠不足引起的，进而形成更严重的恶性循环。为了提高睡眠的质量，至少要做到早起接受晨光，避免夜间暴露在蓝光，如灯光或手机屏幕下，并且不要在睡前进食。请大家务必遵守这些基本原则。最后是第3部分，破坏肠道环境导致肠漏的5种食品。前面我们已经探讨了导致多种疾病的5大根本原因，特别是通过饮食来改善慢性炎症、低血糖和睡眠不足等问题的方法。接下来，我们将对此进行更深入的解读。这些方法不仅易于操作，随时都可以开始尝试，而且它们能够迅速帮助缓解相关的症状。首先，饮食中的关键是要认识到个体差异的重要性。每个人的身体特征和症状各不相同，某些营养素可能充足，而另一些可能存在着不足。这不仅与居住地、民族等外部因素相关，还取决于个人的身体状况。因此，当面对视频或书籍中的建议时，不必照搬照抄，而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进行调整，选择最适合自己的那部分。观看视频或阅读书籍，并不意味着你需要彻底改变饮食习惯。比如，
您可以在现有的饮食基础上，尝试融入一些新学到的知识，观察自己身体的反应。如果您一直食用蔬菜，但感到不适，不妨尝试暂停一段时间，看看是否会有所改善。如果蔬菜让你感觉更好，则可以继续保持，并尝试加入一些草饲牛肉。通过这样的微调，观察身体的变化，从而找出最适合您的饮食方案。接下来，让我们讨论如何通过饮食来消除全身扩散的慢性炎症。预防和改善慢性炎症的关键在于摄入具有抗炎作用的营养素。这些抗炎营养素主要包括以下3类：1、抗炎性脂肪；2、抗炎性草药；3、维生素 D。这3者将是我们重点关注的内容。首先是第一类，抗炎性脂肪。大家都知道，Omega-3脂肪酸是重要的抗炎性脂肪。为了摄入足够的 Omega-3，我们应该摄入青鱼、亚麻仁油等食品。此外，尽管 Omega-6脂肪酸常被认为对身体不利，但它也具有抑制炎症的作用。不过，过量摄入则会导致炎症的扩大。现代人中很多人的 Omega-6摄入的过多，因此我们被建议减少其的摄入量。理想的 Omega-3与 Omega-6摄入比例为1:2到1:3，因此重点应放在增加 Omega-3的摄入。接下来是第2类，抗炎性草药。请大家记住3种主要的抗炎草药：黄连素、胡皮素和姜黄素。黄连素能缓解肠道的蠕动，抑制肠内的异常发酵，同时具有促进消化和抑制炎症的效果。胡皮素可以抑制免疫细胞的活化，从而起到抑制炎症的作用，并改善线粒体的功能和具有抗过敏的效用。姜黄素则有助于改善胃的状态，促进胆汁的分泌，提升肝功能，并具有抗炎作用。接下来是第3类，维生素 D。这是一种极其重要的营养素，建议每天获得约20分钟的日光照射，或者通过补充剂来摄取维生素 D。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能够预防和改善低血糖的饮食。对于夜间低血糖的人，可以在睡前摄取1茶匙的蜂蜜。虽然有人认为蜂蜜中的糖分可能成为念珠菌或有害菌的食物，但在低血糖管理方面应优先考虑。虽然有16小时禁食的方案，但对于低血糖患者，首先要优先改善低血糖，采用每天3餐加上补充间食的方式，以防止血糖的波动。此外，如果低血糖的原因是胰岛素抵抗，可以考虑使用补充剂来进行改善。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解决睡眠不足的饮食，深入分析睡眠不足的原因。营养素方面，主要有铜过量和维生素 B6 不足。铜过量会抑制多巴胺的分泌，反而导致去甲肾上腺素增加，从而引发肾上腺素过量分泌，造成失眠。减少铜的摄入并不简单，因为铜和锌是相互作用的离子关系。如果缺乏锌，铜就会增多。关于维生素 B6， 它是合成良好睡眠所需激素，如褪黑激素和神经递质，如 GABA 所必需的重要营养素。因此，通过饮食或补充剂摄入维生素 B6 非常重要。我们已经查看了慢性炎症、低血糖和睡眠不足的饮食解决方案。这3者有一个共同点：如果肠道环境紊乱，即使我们摄入抗炎食品或补充维生素 B6 也无济于事，因为营养素的吸收和消耗需要正常的肠道环境来支持。那么，我们究竟如何来调理肠道环境呢？尽管本书中强调要摄入对肠道健康的食品，但更重要的是要避免那些会扰乱肠道环境并导致肠漏综合症的食品和物质。引起肠道环境紊乱的食品主要有5种：1、精致小麦；2、牛奶；3、反式脂肪酸；4、白砂糖；5、转基因食品。希望大家尽量能避开这5种食品。虽然反式脂肪酸、白砂糖和转基因食品对身体的危害几乎是一个共识，但有些人可能会认为精致小麦和牛奶对身体是有益的。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深入探讨一下。精致小麦中的麸质难以被消化，容易粘附在肠道上，损伤肠道的黏膜。
从而引发炎症，是导致肠漏的主要原因。而淀粉样物质 A 则是小麦中70%的碳水化合物所含的成分，已知会引起血糖的急剧上升。精制小麦中的谷胶啡肽会与大脑中的阿片受体结合，产生类似吗啡的作用，导致释放出大量的多巴胺，使大脑兴奋，并引发上瘾性，因此会令人想吃更多的面包等小麦制品。这种上瘾性会让人难以控制。至于牛奶，其危险成分是乳糖和酪蛋白，很多亚洲人在婴儿期过后便无法消化乳糖，因此容易出现消化不良。此外，酪蛋白在牛奶中占比80%，而其中的 alpha 酪蛋白人类更是无法消化，导致未消化的物质在肠道中积聚，引发炎症并导致肠漏。未消化的酪蛋白还会成为过敏源，造成迟发性的过敏。消化不良的酪蛋白还会生成酪啡肽，与谷胶啡肽一样，产生类似麻醉剂的作用，从而引发上瘾性。牛奶本身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比如饲料中的农药残留、抗生素，甚至为了让奶牛快速生长并产奶，给它们注射激素，这些问题都被指责为健康隐患。这些信息提醒我们，要避免对肠道环境有害的食物，并在此基础上有效进行消化吸收。请大家尝试一下今天介绍的饮食建议，解决慢性炎症、低血糖和睡眠不足的问题吧。最后，我想通知大家一下，我们还有一个新频道——学识 Plus， 该频道将每天提供更为精简的视频内容，并增加有关论文等相关有益知识的解说。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请通过概要栏中的链接进行查看并订阅。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